这个辞职对我来讲算是一个非常大的决定，因为我在公司工作5年，其实算是一切都非常的熟悉，然后公司又是永久 remote 的关系，算是一个待在舒适圈的一个工作嘛。就是我今年的时候也搬了家，第一次把之前住的房子租出去，所以就是第一次当了房东。我2025年的确是有一度时间遭遇到我觉得心理健康跟生理健康都出现了蛮大问题的一段时间。Hello， 大家好，我是 Alex，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已经是2025年的年底了，一年就这样过了，感觉时间真的是永远都不够用。去年的年底呢，我在我频道上发了一个年度后悔总结的影片，但是我感觉今年2025年呢，我觉得我发现好像不用拍什么后悔总结。不过呢，2025年的确对我个人来说算是一个改变非常多的一年，所以呢，今天就想要来跟大家来一个2025年的回顾，还有2026年的展望。那我觉得我自己2025年的关键字呢有2个，一个是改变，一个是机会。那这个改变，当然第一个就是我在年初的时候辞职了，离开了我工作5年的公司 Coursera。当然我想要辞职，到真的辞职，可能中间也花了好几个月吧，因为我那之间都是一边上班，然后一边找工作。但是这个辞职对我来讲算是一个非常大的决定，因为我在公司工作5年，其实算是一切都非常的熟悉，然后公司又是永久 remote 的关系，算是一个待在舒适圈的一个工作嘛。我觉得我决定要去改变，要跳脱这个舒适圈，算是一个非常大的改变。不过现在在新的工作，不知不觉快要1年的时间，时间真的过得很快。我感觉这个改变对我生活还有很多看事情的看法，都是一个蛮大的新的刺激。当然这一段期间，其实也有蛮关心前公司 Coursera 发展。我感觉前公司也是发生了很多，比如说他在1、2月嘛，就是有换 CEO， 原本我们的 CEO 换成一个 Amazon 的人来当我们的 CEO。在前几个礼拜也有一个消息，就是 Coursera 跟 Udemy 这2个公司呢要合并了，算是一个蛮大的消息。不过感觉虽然发生了这么多的改变，唯一没有改变的是公司的股价，现在只剩8块，5年前38块。那再来第2个改变就是换了新工作。这个换了新工作对我来讲应该算是2025年最大的挑战之一吧，因为我的工作就是从一个 IC individual contributor 到真的管理一个团队，然后有一度呢我要管理到超过9个 engineer。那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因为我觉得要做一个 technical lead 或是要做一个 leader， 我觉得我就学到了很多，比如说要去 make decision， 因为我觉得我个人是在比如说生活上连一个衣服要买S 或是 XS 我都可以想很久很久的人，所以我刚开始要去适应这个在当下那个情况做出最适合 decision 呢，我觉得我真的是花了一段时间去适应。另外就是你要学到如何在有危机的时候你要怎么样知道怎么处理。那这个当然就不是只是我只是把我的code写好，把我的 project 部分做好，其实这个部分呢就让我学到了很多 communication 啊 management 这方面的东西，然后也让我学到就是说在公司慢慢会去看说到底有哪些人是值得我学习的，哪些人会值得当我的 mentor。 那还有也因为公司工作的关系，有时候会需要跟比较 upper management 比如说 C level 之类的会有一些定期的汇报，所以呢也让我学到 stakeholder communication 还有一些 presentation 的重要性。第3个改变的，从我开始找工作以来，我觉得我也感受到了很多市场上的改变。说老实话，我感觉现在的差异化越来越明显，不管是职缺或者是薪水，像是如果是要找 junior level 的话，我感觉职缺真的是蛮少的。那 senior level 以上呢，我觉得只要你有能力愿意花时间去好好准备的话，我觉得 senior level 以上还是有蛮多工作机会的。另外一个就是薪水的差异化，大家应该可以看得出来，我感觉现在的矽谷科技公司的年薪呢呈现一个很大的差别，尤其是现在很热门的 AI startup 啊或者大公司，他们对于 AI 人才薪水呢给的可说是毫不手软。那找工作呢，我自己也觉得这对我来说当然是一个非常大的改变，因为我觉得在这一整年呢，我算是体验到就是一个很长的准备过程，我大概断断续续准备也绝对超过半年以上，所以呢这个过程也让我理解到很多时候的准备呢其实不是一个一触可及一触可就，怎么念？观众可以告诉我，就应该是一触可及的过程，这其实是一个细水长流，需要好好的准备，然后你的身心灵状态都要在一个非常好的状态，才能达到最完美结果。那再来的一个改变就是我今年的时候也搬了家，原本的家呢是我在矽谷毕业第一个工作之后就住在那个家，已经住了5年了。那第一次决定要搬家，我觉得也是一个蛮大的转变，因为从之前住的 house 到现在的 apartment， 整体来说呢我还蛮满意现在的 apartment
生活的嘛，因为我觉得交通很方便，生活机能也不错，然后 apartment 呢有很多的公社可以让我去用，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说还蛮享受这个过程。明年呢有机会再来跟大家开箱一下我的新 apartment， 因为搬到 apartment 嘛，那我自己也算是第一次把之前住的房子租出去，所以就是第一次当了房东，那也是第一次学到如何要把自己的房子租出去，自己去 stage 啊，自己去做 listing， 自己 background check 找租客之类的，其实还蛮 straightforward 的过程啊。第一次做这个学到的也蛮多东西，怎么样在很多的 listing 之中让自己的 listing stand out， 然后怎么样选到适合的房客。那再来一个改变呢，当然是关于投资理财的部分。那我因为今年换了工作嘛，所以薪水算是有还不错的成长。那我自己也有给自己的目标，就是每个月要把一定的钱存起来，然后大部分的钱其实我都拿来投资。我觉得应该很多人都跟我差不多吧，就今年在年初的时候，因为关税战的关系，就买了比较多 NVIDIA 跟 QQQ 的股票，所以呢，感觉今年 overall 投资理财的结果还是挺不错的。希望2026年至少维持今年的涨幅，然后有更好的表现。当然也希望新公司的股票呢能够继续一飞冲天，这样子的话就更好了。好，那前面的6个呢，应该都算是2025年的 highlight。接下来呢，就要讲到一些2025年 low light 的部分啊。竟然是我的 YouTube 频道，虽然我的频道在2025年发片的频率比2024年多，但是呢，平心而论，流量没有2024年来得好。那 subscriber 呢增长也趋于缓慢，然后流量最好的2支影片就是裁员跟辞职的那2支影片。我自己当然会觉得说做出好的影片流量低也没有关系，但是多多少少你还是会被流量有稍微影响到吧。所以我自己会觉得，我希望2026年能够尝试一些不同的题材，然后呢去认识更多不一样的人，再把这样子的经验传达给在看影片大家。我觉得这是我自己给自己的一个 flag， 希望2026年可以在频道上多一些不同的转型，还有做一些不同的尝试。那当然最重要就是我觉得要持续发片，对我来说也是一个给自己的一个小小期许。另外一个 low line 呢，其实是我从来没有在影片里展露的吧，因为我自己觉得要展现自己脆弱的一面呢，算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嘛。因为我觉得我对我自己要求应该算是相对比较高的人，但是我2025年的确是有一度时间遭遇到我觉得心理健康跟生理健康都出现了蛮大问题的一段时间。基本上其实我自己是一个没有什么睡眠问题的人，就是我在哪里都可以轻松自由的睡着，任何交通工具几点睡啊，在什么地方。但是我有一阵子就是因为压力真的太大了，然后那段时间我是完全睡不好觉，每一天可能都觉得很累，然后去睡觉的时候也都是可能早上4、5点就在恐惧中惊醒来，就觉得说我东西在催我了。所以那段时间呢，我觉得我算是生理的状态非常的糟，然后那段时间也是因为压力真的很大，然后有时候也是会失去了跟朋友家人社交的这个动力。后来也是因为自己深知自己这个状况的关系，我觉得就不能再这样下去，所以我也是努力的去改善。我觉得有适当的运动，定期规律的运动算是帮助我非常大，会去跑个步，然后跑完步之后就会觉得比较舒适了这样子。所以我觉得2025年让我也深深意识到心理健康的重要性吧。虽然说每个人在外面或是荧光幕前都是光鲜亮丽，看起来就是很快乐，可是其实每个人可能内心都有一个不快乐的地方。那我自己深深的体会到就是这种心理不健康带来的不快乐之后，我觉得2026年跟之后我会更加的注重自己还有身边人的心理健康。这算是我2025年的一个最大的感触吧，就是生理健康、心理健康永远是最重要的一步。好，那以上呢就是我2025年的年度回顾。总的来说呢，我感觉2025年真的没什么值得后悔的事情，我觉得只有更多往前看，然后想要让自己做得更好的地方。2026年的关键字就是我想要去探索更多未知的可能，不管是在频道啊，或是工作，或是 personal life 上面呢，我都想要去探索各种未知的可能。也很感谢大家在 YouTube 频道上陪伴我，然后给了我很多支持啊、鼓励啊，还有各种建议。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祝大家2026年事事如意，恭喜发财。那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啦，拜拜。